咱们今天说的是医学的第4大基础共识。开始之前啊，我先给你说个案例。这个案例呢，来自于美剧《豪斯医生》。一个孩子得了一种罕见的遗传病，孩子的父母非常焦虑，因为孩子的病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那为啥吵呢？父亲觉得母亲不知道关心人，指责他不知道孩子最好的朋友是谁，不知道孩子喜欢什么样的玩具，还说他送的那个企鹅玩具甚至能让孩子做噩梦。其实这个母亲本人就是个医生，她说我怎么就不关心孩子了？我是在救他的命啊。那我问你，你知道孩子的血型是什么吗？ Rh 因子是什么？他的 E14ATM 基因启动子中间的变体是什么？他的免疫球蛋白水平是多少？你知道吗？那这个父亲就说了，你别给我扯那些没用的，我根本听不懂，那些只是数据和字母，那不是我的孩子。你看，这可是孩子的亲妈。但是当医生的他只懂得如何用冰冷的数据来挽救孩子，他忘记了孩子是一个整体性的人。孩子的父亲就觉得知道孩子的玩具比了解他的数据更重要，可他忘了最终能救孩子的还是要靠这些冰冷的数据。不管谁对谁错不重要，这个案例是告诉咱们，无论医生还是患者，对于医学都存在着误解。其实我想你肯定也会有这样的担心，是不是医学正在走向一条不归路，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狂奔，以至于忘了它的初心，医学是为人服务的。咱们今天就来聊聊医学的性格。在我看来，医学从来都具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。医学的科学性和人文性从来都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，只是它的表象让人们包括医生对它产生了误解。让我说，医学的性格就像个倔强的老头。为啥说他倔强呢？坚持原则，不懂变通，永远都只用数据说话，你就得听我的，永远是那种他最懂的架势。为啥说他是老头呢？阅历多，见过大风大浪，了解多了，咱们也就发现其实这个老头内心也有温情，他的慈爱是藏在冰冷的面具后的。那接下来咱们就通过乳腺癌这个病治疗方案的演化，看看医学的科学和人文。在很久以前，人们用火烧、用烙铁烙、用化学物质腐蚀来治疗乳腺癌。你肯定会说这太残忍了，既不科学也不人文。后来终于有了外科手术，手术做得最大的时候，不光要切乳房，还要切乳房下面的肌肉，甚至连周围的淋巴结、腋窝里的组织和肋骨都要切。这么做，病人放心了，医生也放心了，那效果好吗？答案是未必。首先呢，病人太痛苦，没了乳房也没了自信，手术创伤大，胳膊水肿抬不起来，连梳头都困难。很多手术后的病人自卑和抑郁的活着，没有性生活，没幸福，甚至失去家庭关爱。其次，研究发现早期乳腺癌切得多和切得少，病人生存时间没太大区别。这样呢，到了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医生 Fisher 就提出来乳腺癌是个全身病，手术切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的全身治疗才是重点。这个时候，早期乳腺癌就不用再切这么大了，如果没有淋巴结转移，就只做肿瘤局部切除，这叫保乳手术，加上局部放疗，效果比单纯切还好。再接下来，化疗、内分泌治疗、基因检测、靶向治疗，所有这些治疗都成了乳腺癌治疗的有效手段。通过乳腺癌这一个病的治疗方案的演化历史，咱们也就能看出来医学科学性和人文性的关系了。先说科学，在某些医生眼里，医学的科学性就是生存率、治愈率是数据。在他看来，给病人完美的手术和用药，让异常的数据变正常，这就是科学。用每个时代最前沿的技术，用医学最好的证据，用指南给病人治好病、延长寿命，这也是科学。比如乳腺癌，我们已经研究到了基因水平、分子水平、激素水平，治疗呢用到了医学各个领域最前沿的信息和技术，我们大大的改善了病人的预后和生存率。当年使劲切的时候，乳腺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 35%， 今天的治疗让这个数字提高到了 89%。 所以这些医生说了，你看这些才是医学带来的真真切的福利这才是科学那真是这样吗？让我们看看这样的医学它的另一张面孔是怎样的。有这么一篇报告文学，讲到了20多年前在一所大医院的生殖科，病人是怎么取精的。这个精是精液的精。那什么是取精呢？就是男同志通过手淫的方法收集精液，然后化验是不是正常。怎么取呢？
人太多了，大家在厕所排上一排，单手扶墙，另外一只手工作。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取不出来，后面的人还在不停地催，哎，哥们儿，能不能快点？你说怎么取得出来呢？但是没办法，因为这个医院的成功率太高了，病人放弃尊严也得按照医院的规矩办，对他们来说，没孩子更没尊严。所以说啊，真正的科学性不仅是关注成功率、数据和指标，更要从病人的整体方面考虑，关注病人的尊严、体面和生存质量，给出全套的解决方案。有了人文的科学，才更科学。那什么才是真正的人文呢？很多病人把医学的人文看成是医生的态度和就医体验。如果这个医生可以做到共情，做到理解，撕下冷酷的面具，这就是人文。对，这些确实非常重要，但是在我看来，伴随着科学的人文才是真人文。比如啊，有人就说乔布斯不好，为啥不好呢？苹果这么大的公司，从来1分钱慈善都不捐。但是乔布斯就说了，企业的本分是盈利，企业最大的慈善是商业成功。你想一想，一个盈利的企业能解决越来越多的人就业，给他们尊严，让他们有能力追求自己想要的，跟捐给贫困地区的孩子多少钱、多少手机比，哪个更有社会责任呢？所以不是说捐款不好，而是说捐款不是企业有没有社会责任的唯一标准。同样，理解、共情和好态度也不是判断医学是不是人文的唯一标准。还回到乳腺癌的病例上，在以前用火烧、用烙铁烙的时候，怎么谈人文呢？在当年使劲切，病人遭受了巨大痛苦，失去社会功能，甚至失去家庭生活，还最终丢了命的时候，怎么谈人文？只有科学进步才能带来真正的人文。你看，今天的乳腺癌治疗不仅5年生存率达到了89%，这其中还包括了很多并没有切除乳房的病人。这些处于发病早期的病例只做了局部肿瘤切除，保留乳房，也就保留了病人的美和尊严。除此之外，乳腺整形、美容、心理辅导也能让这些病人回归社会，更自信的生活。你说这是不是比拉着病人的手告诉他你得坚强的活着更人文呢？有了科学的人文才是真人文。比如历史上的天花曾经让整个欧洲死亡1.5亿人，在那个时候能有人掩埋尸体就是最大的人文。在今天有了疫苗，人类已经消灭了天花，这才是科学的人文。再比如1981年刚发现艾滋病病人的时候，把他们看成是瘟疫，看成是道德败坏应该有的下场。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，咱们发现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染艾滋病。到了2010年，咱们国家也就取消了对外籍 HIV 感染者和病人的入境限制，这同样也是科学的人文。在以前没有科学的接生手段，只要是发生大出血或者胎位不正难产，那多半情况下就是孕妇死亡或者一尸两命。那个时候最大的人文就是找一个有经验的接生婆。科学让整个生孩子的过程在熟练的医护人员的辅助下进行。我拿数据说话，建国初期我国孕产妇死亡率是每10万人死亡1500人，到了2018年，这个数字是每10万人死亡18.3人，下降了大约100倍。这还是科学的人文。有了科学，人文才有了坚实的基础。更高层次的人文来自体制的温情。什么是体制的温情呢？所有医院都规定，在紧急情况下必须先救人后收费，不能因为没钱而不收治，也不能因为患者是流浪汉或者有传染病而草草处理，这就是体制的温情。1993年之前，中国人乙肝病毒携带率接近10%。1993年，中国生产出第一支乙肝疫苗。到了2018年，25年过去了，中国有至少5亿孩子免费接种了国产的乙肝疫苗。到今天，5岁以下儿童乙肝病毒携带率是0.36%，这些孩子的孩子也即将免费接种乙肝疫苗，这也是体制的温情。还有一个好消息，2018年国家把17种癌症新药纳入医保，而且最大的降价幅度高达71%。这些国家认可的好药代表了全世界癌症治疗的趋势，这样做也就缩短了咱们和发达国家癌症治疗的差距。另外，国家还在加快癌症药物的审批进度，实行零关税，以及让更多的新药好药纳入医保。这样做可以让更多的以前吃不起药的癌症病人获益。这还是体制的温情。不仅看病，更要看人，有了人文的科学才是真科学。不仅要看态度，
还要关注科学性，有了科学的人文才是真人文。科学给人文赋予力量，体制用温情推动更多人享受到医学的福祉。医学这个倔老头啊，从来都有科学和人文的双重性格。下一讲咱们进入医学的第5大基础共识：医患之间的关系是交易和消费吗？这节课的最后啊，我也送给你一句话：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傲慢，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滥情。